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5年6月2号的每周评论。这份报告干货满满，无论你是交易老手还是刚接触黄金白银投资的小白，这期视频都能帮助你抓住市场的脉搏。核心观点是什么呢？报告明确指出，黄金目前正处于健康的盘整阶段。虽然上周价格小幅下跌 1.9%， 但整体仍然维持核心上升趋势，受到美元预期下行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支撑。接下来我们会从宏观背景、黄金数据、技术分析到下周的展望，带您全面拆解这份报告，帮助你找到交易机会。我们先来看看上周全球市场的背景，了解一下黄金价格波动的大环境。上个星期全球市场相对平静，但有几件大事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美国的通胀数据继续降温，4月核心 PCE 通胀率从3月的 2.3% 降至 2.1%， 这让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升温。与此同时，消费者信心有所回升，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稳定在 52.2， 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滑。不过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的迹象，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增加到24万，显示出关税不确定性正在可能影响就业。在欧洲方面，通胀压力也在缓解，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5月通胀率均放缓。欧元区银行贷款增速创2023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达到了 2.7%， 这让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将在6月份降息25个基点。亚洲方面，日本东京核心通胀率飙升至 3.6%， 创下了2年来的新高，市场开始猜测日本央行可能收紧货币政策。中国的制造业 PMI 略有改善，达到 49.5， 服务业 PMI 则略下降至 50.3， 显示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全球股市上周大多上涨，受到强劲的美国科技股财报和温和的通胀数据的支撑。标普500指数预计每股收益增长 13%， 科技巨头英伟达表现尤为亮眼，营收同比增长 70%。 不过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存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意外打击和波兰的民粹主义选举胜利让市场在周初略显紧张，黄金价格因此在周一早盘上涨了 2%， 美元指数则继续承压，跌破了100整数关口。油价因为欧佩克加增产的预期则下滑。所有的这些宏观因素加起来，为黄金的避险需求提供了潜在的支撑。接下来我们深入黄金市场的核心数据，看看上周黄金的表现和背后的驱动力因素。根据报告的第5页， LBMA 金价上周五收于每盎司3278美元，周环比下跌 1.9%，年内涨幅收窄至 26%。 尽管价格有所回落，但报告认为这只是核心上升趋势中的健康的盘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世界黄金协会的黄金回归归一模型 GRAM。 这个模型显示，上周金价下跌主要是受到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的拖累，贡献了负 1.4% 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美国联邦贸易法院推翻了特朗普4月宣布的全面关税政策，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不过黄金 ETF 需求和 COMEX 头寸的改善分别贡献了 0.5% 和 0.2% 的正向影响，部分抵消了下跌的压力。再来看报告的第7页，市场表现和头寸的这个表格。这个表格非常直观，展示了黄金与其他资产的表现和市场定位。黄金的周跌幅为 1.95%，
年迄今涨幅为 25.62%， Z 分数为负 1.24， 表明价格波动略低于平均水平。黄金的净多头占比从 14% 升至 16%， 52周 Z 分数为 1.65， 是市场对黄金的看多情绪依然较强。相比之下，银价周跌幅 1.48%， 年迄今涨幅为 14.12%， 净多头占比从 18% 升至 20%。 其他商品如原油下跌 1.2%， 年迄今跌幅高达 15.24%， 显示避险资产的表现优于大宗商品整体。报告的第10页还提供了 COMEX 头寸的数据，截至5月27日 COMEX 黄金价格为每盎司 3300.4 美元，资金管理者的净多头头寸为 186.08 吨，总净多头头寸为 550.73 吨。这些数据表明，尽管金价短期承压，但机构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依然稳固。综合来看，黄金的短期下跌更多是技术性的调整，而非趋势反转。美元预期下行和地缘政治风险仍然是长期的支撑。现在我们进入技术分析环节，看看黄金的走势和关键点位。报告的第6页详细分析了黄金的技术面。黄金自4月底触底及历史高点每盎司3500美元后，进入盘整阶段，目前价格维持在40周均线上方 25% 的典型历史超买水平。报告指出，黄金目前被4月底以来的下降趋势线压制，阻力位在3332美元到3366美元之间。如果突破这一区间，核心上升趋势可能恢复，下一个目标看向3500美元的高点。相反，若跌破55日均线3209美元，则可能测试2022到2025年上升趋势的 23.6% 的费波那契回撤位，也就是3055美元，甚至可能跌至4月底的低点2957美元。报告第6页还列出了详细的支撑和阻力位的表格，主要的阻力位包括3332美元、3366美元和3500美元，支撑位包括55日均线3209美元、3132美元、3121美元和3055美元。这些点位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交易参考。报告的第11页分析了美元指数 DXY 的技术走势。DXY 目前在 99.3， 短期反弹，但仍低于100，长期还是有下行趋势的可能性。美元的弱势通常对黄金是有利的，因为两者呈负相关的关系。报告认为，美元的短期强势只是暂时现象，但下行趋势恢复将进一步推高金价。综合技术分析，黄金目前处于盘整期，但技术面未见明显破坏。只要守住3209美元的55日均线，核心上升趋势依然有效。交易者可以关注3332到3366美元的突破的机会，或者在3209美元附近寻找吸低的机会。展望这个星期，有几个关键事件可能影响黄金市场。周三 ISM 服务业 PMI 和澳大利亚第一季度 GDP 数据即将出炉，服务业 PMI 预计持平，但仍处于扩张的区间，而澳大利亚的 GDP 可能因消费疲软而放缓。周二的 JOLTS 职位空缺数据和韩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可能会引发市场的波动。周五重头戏非农就业数据尤为关键，市场预期5月新增就业放缓，若数据疲软，则可能强化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利好黄金。在欧洲，周二欧元区5月份的 CPI 数据和周三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则是重头戏。市场预期通胀继续降温，欧洲央行可能降息25个基点，并释放鸽派的信号。
这将削弱欧元，并间接支撑黄金。亚洲方面，中国的财新制造业 PMI 可能显示经济复苏动能，值得关注。报告的第5页还特别提到，特朗普总统对联邦贸易法院裁决的上诉将是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关键事件。若关税不确定性加剧，黄金的避险需求可能上升。此外，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也可能继续推高金价。交易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做好风险管理。总结一下，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告诉我们，目前黄金处于健康的盘整阶段，尽管上周下跌 1.9%， 但核心上升趋势未变，受到美元下行预期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支撑。技术面3209美元的55日均线则是关键的支撑，3332美元到3366美元则是突破的目标。非农数据，欧洲央行利率决定，地缘政治动态将是这个星期的重点。无论你是老手还是新手，这些信息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把握市场。如果你喜欢这期分析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同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黄金未来走势是怎么样的看法呢？是看多呢，还是谨慎观望呢？欢迎分享你的交易策略，我们下期再见。